好，我是宁官，健康好生活有 YouTube 的官方频道喽，大家记得要赶快按订阅哦。所以肖医师临床上也会遇到很多胃食道逆流的患者，他其中一个症状之一是经常性的咳嗽。对，要讲说这个咳嗽哦，我们先把咳嗽分成大概急性、亚急性跟慢性，因为我们用时间来界定了哈，小于3个礼拜就是急性咳嗽。那这个通常就跟感冒有关系，还有伴随一些其他感冒症状，头痛啊、发烧这些哈。那亚急性3到8周，这大概一般跟上呼吸道感染就感冒有关联啊，就是留了一点后遗症，比较慢好了哈。可是只要大于8周的话，我们就叫做慢性咳嗽。那我们在肠胃科会接受到的，其实大部分都是慢性咳嗽。医生所有耳鼻喉科、胸腔科该看的全部都看完以后，它就是没有比较好，这个时候才会想到说，会不会是跟宁官刚刚讲的说跟胃食道逆流有关系？所以我们来看说，假设一个慢性咳嗽已经咳8周以上，可能是就这4个原因哈，一个是上呼吸道的疾病哈，包括刚刚的鼻涕倒流，就是鼻窦的问题，过敏性鼻炎，因为鼻涕倒流会刺激咽喉，还是会咳。那气喘，好，那再来就是胃食道逆流，那再来是下面肺部的一些问题也会咳到8周以上。好，那我现在要举个例子哈，有一个76岁的老先生，好啊，他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得过肺结核，以前台湾其实有肺结核还蛮多的，那他就在防劳协会，他很完整的治疗，可是呢，他就是一直咳，然后人就非常的瘦，很瘦哈，所有该吃的肺结核的药，肺部的问题都吃了，那我们 X 光一看，确实肺的上面2边纤维化，这陈旧的，过去结核留下来的。我说好，我们胃镜做看，就一做，还果真是有胃食道逆流哦。好，所以变成说他的问题是他的肺的问题本身，因为他过去曾经有一个肺结核的问题，他又合并了胃食道逆流。那我们给他药物就是用一些 PPI 让他的胃酸降低，再加了一点点自律神经调节剂。因为弄了半天，原来这个老先生个性还是比较容易紧张。特别是咳这么多年，一直怕自己什么问题了，就很紧张。就药物用下去以后，他过1个月再回来说，哇，已经好了6、7成了。好，所以要提醒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就是其实慢性咳嗽的原因，它有可能不会只有一个，可能是1+2或2+3。那所以有时候要鉴别诊断，这样才能够解决问题。家长不要去用益生菌去预防小孩子感冒、气喘或者过敏性鼻炎。那个报告一出来，大家都觉得很傻眼。因为事实上这20年来所有益生菌跟健康的关系报告一直出来，不管是跟肠道的、跟免疫系统的、跟代谢的、跟神经的，越来越多。那这2年的新冠疫苗、新冠肺炎的关系我们就知道一个叫做肠肺轴。对，事实上就很清楚知道说，你的肠道菌丛假设不好的话，你一旦得到新冠肺炎，严重度是增加的。所以事实上所有的报告都指向说，你肠道菌丛的好坏跟健康有关系。那我觉得现在比较平心而论我们怎么看这个事情因为这些非常官方的这样讲说无效但是现在今年1月份，2022年的1月份，意大利有一篇论文他们是小儿科他找了422个小孩子，那分2组，一组吃益生菌，一组吃假的，可是这益生菌呢是什么菌呢？乳酸菌的 LS01 菌株。吃到比菲德氏菌的 B632 菌株，它这什么意思它的意思是说，它是很特殊的菌种。那这个吃下去之后，连续吃8周，结果呢，有吃到益生菌的这一组呢，气喘的发作明显就下降1/3。事实上这个只是所有那么多的研究其中一篇，对，包括日本还有很多什么C2-3各种，它就专对某一种特别的菌株，然后对某一种疾病来做研究，对。好，所以现在我们应该这样说，因为菌株或许很多观众朋友不清楚，我们是界门纲目科属种像我们人就是人种，那我们有白种人、有黄种人、有棕色的、有红色的，有各种不同的。事实上，细菌也是一样，已经一样都是那个菌了，可是还有不同的菌种、不同的菌株，所以要有效的话，一定要特定的菌株。而且特别强调是，假设只是做动物实验。还不够，一定要做人体实验。那经过人体实验，特定的菌株证明有效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拿来预防或甚至于说帮助某一些疾病。